今天我想讲一个词啊，叫内卷。你要笑啊，是因为在中国这2年这个词已经被讲烂掉了。但是这个词在我们观众的留言当中也是高频，他们经常会给我们一些评论，就是你们中国人实在是太内卷了，不要带来马来西亚。但我觉得啊，应该不是所有大马人都了解卷或者内卷的含义，因为我就有碰到过有人问我是什么样的意思。那不如先解释一下好了。内卷，它根据我们能够查到，他说最早是一个社会学的词，是指一个群体当中的资源比较少，相对成员又比较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员之间会发生激烈的竞争，以获取这些有限的资源。那这种激烈的竞争到后面就变成了说是单个个体之间主动的不停的去提高自己，停不下来的一个。他说啊，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像是一台机器一样的，你喇叭和话筒放到一起，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资源紧张到一定的程度，那你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大于了你应该付出的努力，就使得你我互相竞争，也就是大家付出了多于实际需要的努力。那么结果是什么？我想就可以想象，大家会变得很累嘛。那是很累，还有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它本身就变成一个更有毒的环境，因为你为了融入这个环境，你就必须自愿去付出这个代价，把自己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去挤压自己去进步嘛。我觉得第三个就是你看起来这些进步似乎是很有用，但是很有可能这个进步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进步。在生物学上，其实这个内卷，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实例，那就是雄孔雀它的尾巴。怎么说？雄孔雀它是处在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一个性别极其悬殊的这样一个孔雀族群当中，所以为了去吸引它的雌孔雀伴侣，它们之间会不断的去雄性孔雀去竞争，进而说他们在生物学上都发生了功能上的进化，雄孔雀出现了一个毫无用处对它们生物功能毫无用处的一个大尾巴。大尾巴其实除了去吸引他们配偶的增加他的配偶的可能对他的关注度，对雄孔雀来说是一种累赘。其实他还是能找到女朋友的，是吧？这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啊。那导致引用在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的孔雀现象。对啊，你做工也会做了多余的工作啊，你在社会生活，你在小孩的教育上都会发生这种你刚形容的孔雀现象。对，这个我们说一个比较实在的大家能够体会的例子，就是在中国的公立教育方面，因为大家都在内卷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提前去学，在1年级的时候可能在暑假里面已经把小学3、4年级的东西给学了，而且是全班都是自发的都去学这种东西。那对于老师来说的话，他开学一摸底测验发现大家都懂了，你说老师还会很认真的去教属于1年级本来的这些知识吗？当然他就不自觉，他认为说你都掌握了，那我就教更高的。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补课补了什么？补课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线集体提高，就提高了平均的分数线。你看在这个过程中就符合内卷的定义，所有人都付出了过多的努力，形成了恶性循环，老师也是被裹挟进去，整个教育体系它就会重新去衡量现在的学生。这可能也是以前我们一直讲的一种叫剧场效应。对啊，你坐在戏剧的剧院里边，前面的人因为站起来了，后面的又开始往前又全部站起来，那你看不到，你能做的也就只有站起来。你会大家的观影体验都很差，你会被裹挟进去。好，那我们不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在过往的工作当中也参与过这样的内卷嘛？你也可以来讲一个例子吧，印象深一点的。我觉得吧，我一个搞法律的人，这么多年搞法律下来，我从来没有拿过加班工资，但是我在当年在律师事务所的那6年，真的是加班加的昏天黑地啊。怎么样的昏天黑地呢？能不能形容早一天来形容一下？就是 typical 的作息可能是早上9点不到了公司，到了晚上12点1点才结束工作，回到家已经是1点2点的情况下，睡几个小时，早上7点钟要出门去上班，连续这样子，我曾经最疯狂应该是2个月吧，连着2个月，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也是啊。我是在工作的后期，在加入创业公司的时候，每一次大家开完会说 OK， 我们的发展计划定了，那接下来就一件事情了，我就记得开会的大的会议桌上所有的人眼光就投向我说，那就是招人呗。
赶快去招人，好像招到了人，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所以一定有一个新的计划，我们要重新去招聘的时候，我都是要连续，可能也要将近2个月，每天回来以后，相当于还要再做一份工，你可能要到12点、1点才能够睡觉，都会陷入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对，那这个只是一个案例啊，是我们个人的案例，我们的同事、身边人应该是数不胜数啊。我想再接着来聊，那进入这种内卷状态以后，你的实际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感到快乐吗？有收获吗？有没有疲惫呢？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觉得是一个不同阶段的不同体验吗？刚刚毕业的时候，因为给了你高薪，其实你不知道背后的代价是要这么多的加班。那个时候因为高薪的吸引，又包括说周围长辈们他对你的这种表扬，你会不自知，你会觉得说我好厉害啊，别人想要加班还没有加班嘞，还会觉得这种加班光荣。就像某人说加班是一种福报。对，福报。然后第三个呢，你加班虽然你工资上面你不会有额外多的，但是你的老板也会不停的告诉你说，搞法律的靠不同的案子把你喂出来的，你的能力的增长是很快，有那个steep learning curve， 这确实是你会发现自己成熟的很快。所以你一开始你会觉得说我不加班反而是觉得罪恶感，你会觉得我停不下来，我主动要加班。就感觉自己没有在进步了。对，在接下来第2个阶段，你会变成说狂妄自大，你会觉得说我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我这么努力。你开始变得不可一世。我觉得当时我的表征就是一切向前看齐。别人如果说没有像我拿到这样的工资，我就会嘲笑别人说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就是你会变得很冷酷无情。这是一个那个时候你也受了不少苦啊，sorry。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察你会发现经过这个事情以后，自己就更难认清自己了。对，你会我那一阵子是不是跳得很厉害？难怪啊，苏格拉底说 know yourself 这个是最难的一个事情。我要分享另外一个侧面，就当我变得很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你的身心灵都会受到影响。身体也就不说了，因为你会睡得很晚嘛，你整个生理的节奏会被打乱。所谓心理上呢，就是你总想再去找一些你可以掌控的事情来抚慰自己。比如说你睡前你想今天已经很累了，即便是1点，那我能不能去刷手机啊？刷手机，我去看看一些娱乐的东西啊，或者看看无用的新闻，让自己陷入很疲惫以后再睡去。其实这是个恶性循环吧。对，像他讲的，他不单单是大家都参与进来的恶性循环，是对自己来讲，让自己的状况也在日渐变得糟糕。还有吃东西，就你讲的，因为吃是一个你可以掌握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减肥是个心理问题。你能够掌控好，你就用很多美食来慰藉自己，那睡眠也变差了，饮食也变差，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我在你身上其实还观察到一个第4个阶段，就是你开始从一个内卷的不自知的受害者，然后你变成一个加害者。这点在你身上真的我必须要吐槽。你那个时候自己长年累月，礼拜6你们要管理层开会，到后面你就经常也是在礼拜6、礼拜天召集你的团队开会，对吗？没有，你不要老讲这个，我真没有。OK， 那好，那我还是重新回，你刚刚说的还是关于你自己的。到后面我们其实第4个阶段，我观察到的，我们往往从一个内卷的受害者，最后不自觉地变成了内卷的一个加害者，这也难免。特别是你自己变成 manager 以后，你觉得说你要努力，或者说我要榨取最后一点资源。我观察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些manager 经常会在周末要求下属去开会，或者有一些公司他们安排的这种 retreat team building 经常是要双休日去搞这个事情。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双休日是员工的时间，你搞 team building 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是让员工放松，实际上你让他在工作啊。是劳工争取了好几十年、上百年争取来的权利，但是又会被破坏掉，而且还怀着一个很正当的名义嘛。所以你看你是被你的老板内卷，那你陷入其中，你会去卷其他人。对，而你再往外看，整个社会也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个文化是怎么来的，像一些小米啊、华为一样的公司，他们以什么为傲呢？他说我们上班的时候是不开会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会议都放到晚上10点以后，或者是周末再去开。他觉得你看我多高明，省下时间了，让其他来学习的 CEO 都大为赞叹，厉害。这是公然违反劳动法。那他还会流行周末要主动自愿的来加班1天，或者是说1个月里面有1天你是必须要来加班，就莫名其妙的会流行这样的文化。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像他们这种在上班时间有加班费吗？没有额外的加班费。他就流行这样的，好像要榨干最后一滴鲜血，就会这种。那你看我们自己不也是吗？我们对小孩的教育，我们陷入其中以后，旁边的人都在努力，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是佛系啊，我们希望他快乐就好，但整个体系是这样，他要通过考试吧，他要跟上这个学校的教育吧，我们也会给他加很多额外的习题，
希望他学更多啊。因为我们身边面临的选项是有限的，你即便让他出去多玩，让他多去上些其他的有兴趣班，那也都是一些往往和学习有关的，他的选项面临的也很少。我觉得这个内卷它已经能够自动高效的运转起来之后很可怕，如果你不愿意去内卷的人，你就被淘汰了。对啊， totally 就是被这个社会淘汰掉，所以这是一种很残忍的一个。我虽然没有细看，但我觉得这个所谓社会学的定义，它的有趣有妙的一点就在于说，当你的努力程度达到一定的峰值，这个社会中努力的人的比例一旦比方说过了20%以后，那它整个系统就开始转动起来了，就无情的向着毁灭的方向会转动起来。对，好，那我再想讲一讲，你觉得为什么相比较而言嘛，在中国大家都更倾向于内卷呢？你觉得是有哪些因素造成的呢？这客观第一个大家都能想到，人口太多，资源就是这么一点，每年的工作机会、新增岗位就是这么一点，大家真的是要变得非常的优秀。如果你不够优秀，你就要很努力。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在中国嘛，叫越努力越幸运。就是把自己的个人努力和获得成功画上了绝对的等号。是，这个文化已经是根深蒂固了，这个环境也是人口造成的这样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你讲到文化，我也可以补充。你看，我们自小从小学时候，至少我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我们被要求背的这些诗词啊，老师告诉你好的一些所谓名人名言、格言警句都是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好像我突然发现，是不是整个体系的设计者他是有意的，他更希望大家进入这种转动的美妙的旋转的状态。对啊，你看我们小时候唱那个儿歌叫劳动最光荣嘛，最光荣那就是一切不劳动的事情都是次，就完全不光荣，对吗？是 the opposite。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停不下来，我受了那么多年教育，我终于可以要开始努力工作了。对，再来啊！我发现整个社会，那大家也会观察那些通过各种所谓的努力爬到了社会顶层的人，你看他也不过如此，他也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所有人都会感觉一种巨大的没有安全感。你看这样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把我们也带到马来西亚来了？那你可以想象，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啊，他更有成就，他感觉他已经更加努力了。那当整个社会看到他们以模范，都感觉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OK， 那我是否就再出更多的功？我再努力一些，是不是就会好，运气就会好一点嘛？对啊，这种社会里面，像我们中国有一个特色叫劳模嘛，像我爸爸就是一个劳模，他是全国级的劳模，他就是信奉说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回报，所以他对我的教育就是会指责我因为一直在外企工作，我们有非常好的福利待遇，就是休假，每一次一休假，我们俩一休假，我爸就会说。我从来没休假，对，我这辈子到退休之前，我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不知年假为何物。对，你们这种休假，我是你老板，绝对把你炒鱿鱼。你这种人工作态度就是不端正，对吧？每次休假都是要被他批评一下。非常悲哀的呢，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啊，还有我们的父辈可观察的话，大部分他们都丧失了一种获取快乐的能力。对，他们停不下来。他也不觉得我个体的快乐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你有没有观察？在大马，大家的工作程度是怎么样的？算是内卷吧，虽然我们接触不多，但是有限的观察是否也可以说说看呢？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不太内卷啊。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清晰的意识到说，不是把自己每天撑得很忙，或者说是领导不走我也不能走，他没有这种职场的亚文化啊，这个比较少。大家都是，我以前也带过马来西亚的下属嘛，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 result driven， 他只要给你 deliver， 其实他会自己把自己管理的比较好，并且他们会有一个概念，他们是强调的是 quality， 不是 quantity，要质量而不是一个数量。那还是很正确的一个概念嘛。是我发现哈，像我所认识的同事啊，也是类似，他加入到我们公司，因为我们是一家在中国创立的公司嘛，在马来西亚招到马来西亚人以后，他会说哇，虽然工资高了一点啊，但是以前我们在哪怕是大公司啊，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他说这个做的工作量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就我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就看马来西亚的服务业嘛，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我们有时候去这个外汇店去换外汇，他们你能够想象开在大商店那种租金很贵的店铺，每天都会有 lunch break。那在我们这边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你一定要用尽所有的时间做生意。那最好的案例莫过于路边吃饭的各个档口。我到了马来西亚一开始不适应的事情之一是，居然这些档口还休息耶，还休2天，什么拜一拜二休息啊，拜天拜一休息啊。因为你知道，你几乎在上海看到的所有的吃饭的地方，它都是我不是说一天24小时，但它每天一定都会开业的。除了春节有可能有几天啊，所以这个事情是让我感觉很新奇。我们就知道整个社会它所崇尚的是什么，它所认可的一些
些理念是什么样子。那现在我们俩为什么停止了工作，主动退出了内卷的游戏呢？水平不够吧，就卷到后面，我觉得是要把自己像蜡烛一样全部都烧完了吧，烧断了。水平不够，躺平来凑。哎，对，哎，但是很好玩啊！你这个内卷的时候，你停止内卷，其实我也会有担忧，说未来怎么办嘛？那到马来西亚之后，我发现说，真的是我只要有双手双脚，还有身体健康的话，我哪一天都可以通过自己劳动，能够把生活过下去啊。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之前讲过一个所谓出租车理论嘛。我觉得你既然认为内卷是错的，那你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怎么说？既然它是错的，那么你停止内卷就变成你的唯一选项。它没有说你就再卷下去吧，我再看一看吧，这一说了你只有停下来。所以躺平有时候还真的是治疗内卷的唯一办法。那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你所说的它是不对的，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标准？从每个人个体出发来说，觉得这个内卷是不适合自己的，就应该主动停下来，还是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呢？我觉得没有客观吧，但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的过往经历来说，我们俩都是毕业之后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如果你再选一次的话，你年轻的时候还会非常努力的认为付出比你该付出的更多的努力吗？还是会怎样做？等到工作更成熟以后，你又会怎么样来做？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段来讲讲看。我觉得其实就回答可能再来一次的话，我也觉得不想要这样去内卷，我可能会去接受一个我就是我吧，我不会通过跟别人去比，觉得说要获得某一种地位，赚到多少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希望我可能小时候得到的教育就是以个体出发的这样，对，我不愿意再以这种风险很高的一个内卷，可能要付出自己生命、家庭幸福为代价的，我不愿意有。从年轻就这样。对，我希望从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好，那你其实应该年轻一点就到大马来，因为你说了内卷是一个环境的恶性循环嘛，它会拖着你往下去走的。那你怎么看？如果是我的呢，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体力，我至少会非常努力的工作，而不会主动的放松。为什么？因为你这时候也没有家庭的牵绊，也有比较好的体力和精力，只要你没有做一件让自己感到痛苦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走下去了。而我如果工作时间更长一点以后比如说有了家庭，有了自己觉得更加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或者说我也早一点到马来西亚的话，我大概就不会再参与内卷了。因为我发现你卷来卷去，你总卷的目标是什么？就第一，你一定要考虑你如果努力的工作 OK， 你在内卷，它符合你的生活目标、生命目标吗？那我们如果是希望家庭为重，生活变得更有趣一点，想要活得热烈一点，那工作上的内卷不能完成这个目标那第二呢，就是卷的效率怎么样？我记得你刚才也提到我就一直在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原先的工作，那能不能大力出奇迹？能不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值得上你这些付出的努力呢？有可能你有了目标，但是你的加倍的投入未必会达到这个结果，那你要认命。这是我的2个关于内卷的想法了。我觉得还是那本书吧，《富爸爸穷爸爸》改变了我吧。我其实一直在想，我的人生如果不是走上法律这条路的话，我可能就是一个厨师，我可能就是一个编剧，我可能就是一个作家，这些都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些爱好嘛。只不过被我爸妈以不赚钱为由给扼杀了。我觉得看了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未必是要工作，可能我就走一条像大马很多人一样 SME， 可能我自己就去创业了，我自己做我自己的老板，有什么不行呢？我有了这个事业之后，我为我自己的事业工作，我可能动力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可能不会去受雇，对吗？对，你看人到回头，不管你多大的年纪，你总有一刻要停下来，面对自己，反思自己，然后做一点真正让自己开心称得上自己的一些事情，不然还会后悔你看你的《富爸爸穷爸爸》，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我有了一个灵魂伴侣介绍我看电影所以你看我们又卷到一起去了好吧，行，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就不管做什么，下多大的功夫，都是让自己开心的，觉得自己值得付出的，也是会有效率的全然的先爱自己希望这个大家也来一起讨论一下哈，你的工作卷不卷？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内卷吗？
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拜年不算，谢谢。